服务员上来一个盘子，随后往上面浇了一点水，这盘子里的东西立马支棱了起来。翠花一看，这玩意儿神奇啊，指定好吃，于是拿起一块迫不及待的就塞进了嘴里。你这能不难嚼吗？头次见啃压缩毛巾的。这俩人是特工局的雌雄双煞，他们每次出任务都默契配合。富贵在现场抓坏人，翠花就用外挂给富贵爆点。一个黑帮老大藏匿了一枚核弹，还干掉了唯一知情的2个保镖。等富贵抓住黑老大后，逼问他核弹藏匿的位置，可还没等黑老大开口，富贵一个喷嚏，这核弹算是找不到了。眼看追兵就要杀过来了，富贵在翠花的外挂爆点下，干净利索的冲了出来。翠花还贴心的在码头边准备了逃跑用的船。眼看追兵马上要突自己脸上了，翠花使用外挂派出无人轰炸机，直接一次性解决了所有敌人。随后特工局就查出那枚核弹在一个军火商卷姐手里，富贵当即就出发前往抓捕。他连夜溜进卷姐家里，不费丝毫力气轻松干掉2名保镖，然后就开始浪了起来。魔镜魔镜，谁是最帅的男人？ I'm guessing you? 翠花从卷姐握枪的姿势判断出他应该是个菜鸟，于是就告诉富贵用桌上的水果刀偷袭。可没想到卷姐竟然知道他要拿刀，直接一枪带走了富贵。翠花看到后下的大气不敢出，随后卷姐还通过摄像头一个一个的把特工局成员的名字念了出来。这时一位地中海特工达哥就急眼了，说着就要去为自己好兄弟报仇。领导那是一个劲的劝他说，这个卷姐认识我们其中的每个人，必须找个生面孔才行。Here's what we do. I go into the face-off machine, get a whole new face. I turn up, they never notice me. 领导都被这犊子的脑回路整懵逼了。这时翠花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，后勤部也给她配备了顶级特工装备，有能吹口哨的口哨，还有专治灰指甲的喷剂，还有能一擦就犯痔疮的湿巾。Have I done something to you to upset you? 就这样，翠花换了个新造型，整装待发了。来到目标地点后，好巧不巧碰到了擅自行动的达哥，他的行踪已经暴露，身上的背包也被跟踪的人掉了包。翠花追着想要告诉他，可奈何人太多根本追不上，于是他跑到舞台上夺过一个麦克风。这玩意儿咋还自带电音？换个麦克风再次喊话。达哥听到后赶紧打开背包，好家伙，居然是个定时炸弹。他立马冲出人群，迅速将背包扔向海里。而黄毛也发现了翠花，这下翠花的行踪也暴露了。这个胖妹肉很松，其实她是个特工，打斗从来不墨迹，对着黄毛一套闪电五边腿，接着一个大象腿。黄毛不想屈辱而死，一头栽下去。这下子是直接被钢筋捅了个对穿，这视觉冲击力给翠花吓的，把3天吃的饭都哕了出来。完了，证据留上面了，一着急又把手里的小刀撇了下去。哭呲，就这证据让你给留的是明明白白。之后翠花变换身份来到了罗马，刚出机场就碰见了前来接应的同事，这大哥也是多少有点热情，那热情的都有点吓人了。他一脚油门闷进油箱里，带着翠花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，中途还不忘顺个水果，最后冲下悬崖，抄了个近道给翠花送到了赌场。好巧不巧又碰到了私自行动的达哥。翠花这时发现了卷姐的身影，同时达哥身份也暴露了。翠花情急之下通过电码让搭档长联结远程关闭赌场电源，结果大姐把整个罗马直接干停电了。达哥摸黑对着几个保镖酷就是一顿招呼，最后成功逃了出去。翠花假模假式的去扶卷姐，这让卷姐心生感激，随后用私人飞机送恩人回家。可飞到半路，空少突然反水了，不仅一枪干死了保镖，还把仅有的2名飞行员也挨个突突了。关键时刻，翠花一个小口哨把空少放倒，然后赶紧冲进驾驶舱，娴熟的操纵起了飞机。飞机急速攀升，把刚才还飘在空中的卷姐压成了馅饼。就当飞机回归正轨后，翠花却被枪抵住了脑袋。卷姐觉得能有这样身手的人绝对是特工，但翠花多能忽悠啊，张嘴就说我是你爸爸派来保护你的。这再继续说下去就马上要上卷姐家族谱了，卷姐 CPU 都要转烧了，只能选择相信。随后卷姐带着翠花来到交易地点，这屋子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她偷摸跑出来与队友取得了联系，可没想到电话还没挂，队友就闪现到她身边了。翠花说你这样很容易暴露啊，这个阿字还没说完，卷姐就发现了他俩。翠花只得谎称长联姐是她的助手，话音刚落，一辆黑车悄悄逼近，随后
翠花起身就要去追枪手，而卷姐也让翠花交给了长莲姐保护。这大姐一个致命嘎吱窝，就这样夹着脑袋走了一路。这个体重好几百的女特工为执行任务，强行征用了一辆小蹦蹦，可还没开多远，这车开不惯，只能又换了一辆，油门拧死。这速度只能是摩托车的极限，而不是我花姐的极限。眼见怎么也追不上，翠花准备超个近路，可没想到拐弯就碰上了施工的，她直接油门拧死冲了上去。追上黑车以后，对着轮胎就是一枪，小车终于撞停了下来。翠花还没问出幕后主使，就被神秘人送走了。晚上卷姐要和买家见面，发现买家出现后，翠花一枪抵在了女人的腰子上，正要将她带走，没想到女人也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在混乱中转身就撩，她如林中飞燕穿梭在车流中。翠花看得老激动了，按捺不住也要来一。两人在厨房里狭路相逢，翠花手无寸铁，只好跟女人玩起了水果忍者。翠花抄起平底锅，一顿神操作，挡下了女人的所有攻击，随后抱起女人一个背摔，彻底把女人 KO， 拿下胜利。这女人正要反抗，却被不知道哪来的飞刀扎进胸口，扭头一看，竟然看到了死而复生的富贵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卧底在特工局的内鬼。翠花身份暴露，被关进了地牢里。不久，富贵再次找到翠花，跟她解释到自己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取得卷姐的信任，并且现在他就要去终结卷姐了。翠花听到也决定去帮忙，她挣脱束缚溜出地牢，抱着灭火器，酷酷两下放倒门口的看守，摸走口袋里的手枪，抢上门口最拉风的车，来到了交易地点，谎称自己要为爱叛变，愿意为了富贵一起加入交易。不久后买家出现，验完钱以后，中间人分头哥突然干掉了买家，原来他想两头通吃，把钱和核弹全给拿走了。就在他要准备干掉剩下的人时，达哥前来救场。趁分头哥懵逼的功夫，翠花抬枪就突突，犹如战神附体，瞬间扫清了全场。但一个没注意被分头哥偷袭锁了脖，说是锁脖，但翠花胖的已经没了脖子。他让卷姐把枪推过来一点，卷姐也是很实在，就一点，最终还是拿到了手枪。就这么巧，没子弹了，挨了一枪托的分头哥抬脚就撩，坐上直升飞机就准备逃跑。翠花穷追不舍，更是把自己几百斤的身体挂在了直升机上。她扒开舱门，直接把核弹和钱一起扔进了海里。分头哥恼羞成怒，刚准备要废了这个坏事的女人，却被不知道哪来的一枪放倒了。原来是长莲姐前来接应了。故事到此也结束了。